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。食物，所以这是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很多很长的树，很长。这里有一个小山丘，小山丘的下面有一大片草地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绿色的植物，这个颜色是绿色。这个是一个植物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绿色的植物。在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座山，然后在这张图片的中间有一栋黄色的房子。这是一栋黄色的房子。这个地方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意大利的托斯卡尼。如果你知道这是哪里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在第二张图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的窗户是打开的。窗户就是这个是窗户。我的窗户是关着的，它们不是打开的，但是这里他们的窗户是打开的，所以这栋房子里面可能有人啊，的确有人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厨房。厨房就是我们煮东西、煮食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厨房，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锅子。等我一下，这个地方有很多锅子。我们看一下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个锅子。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餐厅。在这个厨房有一个头发是白色的人。白色，这个颜色是白色。这个人看起来是一个女生，她可能在洗碗或煮东西，其实我看不出来。反正她在厨房做事。在她的后面有一张桌子，这个是桌子。在桌子上有一个大锅子，一个比较大的锅子。再等我一下，这个也是一个锅子，所以锅子，但是它有一个大锅子，是它要拿来煮东西的。锅子的旁边有一瓶油，或是一瓶酒。在窗户这里有一个盆栽，这是一个盆栽。刚刚我说这是一个植物，但是植物是这个部分，这是一个植物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假的植物，但是这一整个东西是一个盆栽，所以在这个窗户
这里有一个盆栽，还有一张椅子，还有一个应该是扫把的东西。扫把就是可以用来扫地的东西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妈妈，或者是一个奶奶、外婆，或当然他是一个厨师。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叫他厨师。厨师就是负责煮饭的人。这个人他当然正在煮饭，或者准备煮饭。他准备了好多食物，这里有番茄、蒜头，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洋香菜，还有起司、洋葱。哇，他手上拿着一大盆洋葱，这里有好多洋葱，一大盆洋葱。他的桌上当然也有一个大锅子，在这个厨师的后面有一个瓦斯炉，他已经开火煮东西了。开火就是打开火，他已经开火煮东西了。在这张椅子的上面有一只很可爱的橘猫，橘色的猫。橘色就是这个颜色是橘色，这是一只橘猫，橘色的猫。猫，这是兔子还是猫？猫。这个厨师他在做什么呢？他看起来有一点紧张。他正在倒2瓶番茄酱到锅子里面。番茄酱就是这个，就是番茄酱。番茄酱当然是用番茄做成的。我们通常会用番茄酱来做意大利面，所以这个厨师应该是要煮意大利面，但是他没有自己做番茄酱。可能因为很多意大利人会自己做番茄酱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是意大利人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但是这个厨师在用番茄酱的时候看起来很紧张，他不想要别人发现他在用番茄酱。但是还是有一个人，这不是人，这是一只猫。这个厨师还是被这只猫看到了。如果你用番茄酱，你就不是意大利人。意大利人不用番茄酱。这个厨师试吃了一下他做的食物。试吃就是你试着吃吃看，他在试吃他做的食物。不知道这个用番茄酱做的食物好不好吃。但如果是煮意大利面的话，它应该不需要煮一大锅番茄酱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锅子，里面有很多番茄酱，还是番茄汤意大利人喝番茄汤吗？这可能是一个我没有吃过的食物好，它应该是煮意大利面。你看这里有看起来像面的东西，但是为什么它的面是白色的？白色，我以为意大利面是浅黄色的。这盘意大利面上有一些圆形的东西，应该是肉丸，可能是牛肉丸。这盘意大利面看起来很好吃。这张图片里也有很多其他的人，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一家人，因为这里有一些比较老的人，比如说这个人，他应该是爷爷，所以这个厨师可能是奶奶。
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，这里也有小孩，还有看起来像爸爸妈妈的人，所以这些人应该是一家人。哇，这些人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吃饭了，当然不是吃饭，是吃意大利面。这个奶奶看起来很累啊，她可能在擦汗，她可能流汗，然后她在擦汗。她虽然很累，但是很开心。这个人的杯子里有红酒，我们说它是红酒，红色的酒。他举起他的杯子，可能是在跟那个奶奶说：“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你帮我们准备食物。”原来他们在广告这个番茄酱，他们可能想让大家知道，这个番茄酱可以让你煮饭的时候比较轻松，而且这是一个意大利奶奶也会用的番茄酱，代表它吃起来跟意大利的番茄酱很像，它很好吃。原来这个故事是一个广告，但它的确让我有点饿，想要吃意大利面，所以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会用我的番茄酱来做意大利面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，这里也有其他有趣的故事，你可以看看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是 Wendy，我们下次见。